韩国要想在航天事业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，不要说和中国、日本、印度这些亚洲比较先进的国家比，哪怕是和朝鲜比，它依然还存在着一些差距，还需要不断的努力攻关，才有可能达到它的目标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据韩联社报道，韩国首枚自主研发的运载火箭世界号于21日下午17时在韩国的全罗南道罗老宇航中心发射成功，火箭未能将载荷送入预定轨道。韩国首枚自主研发的火箭以发射失败而告终。其实呢，在此之前呢，韩国曾经成功的发射过自己研制的罗老号运载火箭。当然说它自主研发呢，还有问题，就是它的第一级火箭其实是俄罗斯提供的。那么在此之后俄罗斯终止了和韩国的合作，因为双方的协议就是俄罗斯提供3台火箭发动机。在这之后呢，要想继续开发运载火箭，那么只能靠韩国自己了。韩国自主研发的世界号，可以说，这里面的技术大部分还是他自己的，但是呢，这里面他大量的参考了俄罗斯的技术。那么，世界号运载火箭是款什么样的东西呢？它是一枚3级的运载火箭。整个火箭全长42.7米，最大直径在3.5米左右，重达200吨。它能够将1.5吨的有效载荷送至距离地面600至800公里的近地轨道。这款运载火箭是韩国的航天部门历经10余年的时间，耗费了将近2万亿韩元自主开发的。它的3级火箭系统均采用的是液氧煤油发动机。火箭的第一级为4台75吨级的 KRE-075 发动机，从这个075就可以看出来，它是75吨推力。那么第2级呢，采用单台配备真空膨胀喷管的 KRE-075 发动机，推力呢也是75吨级。它的第3级则采用单台推力7吨的 KRE-007 发动机。那么从这款运载火箭的总体性能来看，应该说并不很先进，只是够用、能用而已，还比不上我们国家上世纪70年代研制的长征2号运载火箭。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呢，长征2号运载火箭为一款2级的运载火箭，该型火箭能够将2.4吨的有效载荷送往200到400公里的近地轨道。此外呢，有消息称，韩国的液氧煤油发动机没有采用高压补燃技术，因为采用这样技术的发动机的研制相当的困难，耗时呢比较长，通常就需要15年以上的研制时间。当然，技术稍微落后一点不一定就不能使用。关键是过去韩国没有完全自主开发过先进的运载火箭，因此在试验中发生失败、失误的事儿呢，也有情可原。那么与印度相比，韩国自己开发的这款运载火箭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印度过去在运载火箭研发的起步阶段，大量的依靠外国技术的支持，特别是火箭发动机，它很多地方不过关，必须从俄罗斯引进相关的技术，甚至是成品，才能保证它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。那么经过若干年的努力，它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技术，或者是把引进的技术消化了，能够自主生产了。那么在这方面呢，韩国恐怕还会遇到一定的坎坷，因为
自主研发的第一枚火箭失败，它恐怕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寻找故障的原因，才有可能让它逐渐成熟。和朝鲜的相关运载火箭相比，韩国确实比较落后啊。尽管朝鲜人口比韩国少，但是在运载火箭技术方面，它经过多年的努力，终于自主开发出了中型或者是重型的运载火箭，将国产卫星送上天，已经成功了若干年。韩国要想在航天事业方面进入世界先进行列，不要说和中国、日本、印度这些亚洲比较先进的国家比，哪怕是和朝鲜比，它依然还存在着一些差距，还需要不断的努力攻关，才有可能达到它的目标。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体量不大各方面呢需求也比较多的一个国家，要想独立自主的开发运载火箭，它的经济效益、使用成本如何，这个是必须认真考虑的。韩国恐怕应该更多的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，才有可能为他自己的航空产业呢打开一条生路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